每次遇见都是学习。这一集佩文要带大家遇见的新朋友是客家蓝染艺术家魏千益，她是中国蓝暨台湾蓝品牌创办人，也是位伟大的单亲妈妈。20年前为母则强的她为了生计，将蓝印花布自学设计，结合中西流行元素制作服饰以及生活饰品，保留染染的传统古典之美，又加入现代时尚的设计，将蓝染作品成功推广，自创品牌也让社会大众看到女性创业的韧性及力量。千益因为深爱蓝印花布，学习各式染艺技法，结合在地文化设计理念，将自然的棉麻加植物染料，创作出每一件作品都蕴含对土地善的循环。千益将蓝染工艺多元运用，作品包含珍贵的12幅染染清明上河图，以及发挥客家精神爱物惜物，将下脚料善用，实践永续时尚，创作的染染胸花及作品，以及实用的小物等等。现在就跟着遇见团队来认识这位有着客家传统坚毅性格的新时代女性佩文的新朋友，一起学习蓝染艺术家魏千益老师透过蓝染创作实践永续时尚的新观点，并感受蓝染文化的底蕴及魅力。2003年的1月3号是我蛮刻骨铭心的一天，我被前夫从上海赶回台湾，那就离婚了嘛。然后我带孩子净身出户在台北，所以当时呢就想了很久，选择了蓝染作为我的那个创业主轴。那蓝染在当时的台北或是当时的台湾是乏人问津，大家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所以等于是我们一个是从无到有的一个品牌。那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所以我们的中国蓝品牌在2003年1月3号成立，至今已经有21年了。我们是从那个时候筚路蓝缕，一直到现在略有一点点小小的基础。那所有的都是要感谢蓝染，我的创业者。我觉得我很幸福的地方是我选择了蓝染。大家都知道蓝染是植物染，植物染的话，它就是染料，然后加上布，然后结合在一起。只要布能够做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做；布能成为的商品，我们都可以去制造。像夏天，我们就把蓝染布做成折扇；兔年的话，我们就做了一个利用那个边角料，我们就做了一个兔子。我们家的兔子是机关兔子，它是会动的。所以说，这也是算是属于客家人的童趣吧。还有最重要的是我有一种客家人的 king cam 精神。我喜欢一样东西要2个、3个的方式去用。比如说很简单的一个渔夫帽，对不对？那这个渔夫帽真的是也很谢谢艺人带过，然后都有上周刊杂志。所以它算是我们这边卖了上千顶的那个热销精品，就是我所谓的爆款。这是一个面，好，因为客家人，所以它一定要2面。这样子的话，当那个艺人在戴的时候遇到跟拍，他就可以马上变装。好 ，king cam。然后呢，刚刚说1遍、2遍，那我可不可以3遍、4遍？还有，这是一个文青包，哇，这个图案非常漂亮。这一个是喜鹊。这个包包呢，我们做4个面，这个面，这口袋当时在设计的时候都有想好。现在是智慧型手机时代，所以它绝对可以放。你那手机放得再大，就是我都还可以，有容乃大。然后刚刚说2面不够，好，我们再翻面。今天万一不小心被我咖啡淋到了，我们就再翻一个面，第3个面。然后我一样有做拉链袋，做拉链袋可以放我们的皮夹。这样就比较不怕小偷。然后呢，接下来我说完，我要有4面，一个袋子4个面，4个感觉，4个角度，客家精神发挥的淋漓尽致。还有
这个懒懒胸花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呢，它可以当成是我设计，大家都知道我的设计当胸花绝对不只是胸花，它可以是什么？它也可以是簪花，然后它也可能是我的吊饰，然后最重要的是它是利用菱角料。菱角料就是那一种已经用到淋漓尽致，大概2公分、3公分，我们以前都是直接丢掉。那现在呢，我就是希望能够在 NGO 团体，然后做出这个永续时尚的那个菱角料花，然后每一朵都不一样，然后希望帮它商品化。未来有一天这个坏掉了，或是我们不需要再用它的时候呢，它是自然的植物染，它可以在化作春泥更闰土，为这个大自然吸收下去。永续的那个懒懒胸花，懒懒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尤其是当你跟他是不仅是吃饭穿衣的那个赖以为生的对象，而是你把它当作是艺术品，它其实是可以升华的。为什么？因为懒懒是手做的东西，其实它是有温度、有守则的。最重要是因为手做，所以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那为了要延续懒懒，我们做了一个努力，就是我把懒懒做成《清明上河图》。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我们利用懒懒分成12幅画，然后之前有做展览，谢谢大家，这个展览很成功。那现在这个作品已经被博物馆收藏，那到时候再见面的时候，它就是艺术精品了。希望它能够永传于世。对于那个女人这个角度我真的很开心我觉得做女生很棒，做女生有很多的特殊优点。第一件事情，女生可以传宗接代，我很开心我有小孩，然后做了一个母亲。然后第二件事情是，身为女人，我很谢谢现在的那个社会。台湾是一个很温暖有情的地方，大家鼓励我，在我作品不够成熟的时候，大家就是一个一个的买，用金钱来帮助我，然后让我们的品牌成长茁壮。那大家买这些东西跟我不是任何的对价关系，纯粹就是想要鼓励一个单亲妈妈。大家这么有爱，所以我们就是从一个从无到有的小品牌，慢慢的成长茁壮。然后大家也不因为我是女生，而对我另眼相看。就是把我当成是一个品牌的那个创办人，大家是用平等的角度对待我。男女平等不光是说说而已，最重要的是男女平等要做出来。在台湾这块社会，在创业这块地方，我觉得身为女人，我真的觉得我跟男生一样，我们是平起平坐，而且我们没有任何的歧视。我们用一个公平还有开放的心态去做我们的工作，不管你今天身份是什么，然后不管你的角色是什么。女人只有加分，没有减分；女人只有更棒，没有不棒的。大家共勉之。在永续时尚这一块是这几年的那个议题，我真的觉得快时尚还有那个整个的环境变迁，我们的祖先客家先民留给我们的是一个好的环境，一个物质丰饶的海岛国家。那我们今天要留给我的小孩是什么？所以我就想到，我们是做服装的，那很感谢我做的是植物懒，我可不可以在环保的这个议题、节能减碳，我能够做一些琢磨？身为一个母亲，我会希望大家能够买得好，买的能够对得起这个环境。所以像这件衣服 One Piece， 它没有扣子，然后如果是扣子的话，比如说是像这件衣服，它的扣子我们是用手工盘扣，它就没有任何的塑胶 PC。有一天这个衣服它在回收的时候，它会很容易的去分解，然后在这个环境不会对这个地球土壤造成任何的污染。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永续时尚。那我希望我们每样商品都是跟这个地球是共生、共存、共荣。我认识佩文是很久的时候了，那时候我才刚婚变，我还记得第一次上节目的时候，当时2个都是瘦瘦的人，然后撞在一起。那为什么会对佩文交心事？也不是因为他背后的背景，而是佩文他很真诚的对待我，然后我也很认真的对待，然后2个人在没有任何的利益关系，就是纯粹就是交朋友，然后甚至于私底下我们还有一些联系，就是遇到困难可以跟佩文互相交流啦，因为2个人的遇到事情的时间点很类似，遇到一些单亲
不方便的事情。那这个时候就真的是有一个没有利害关系的朋友是很重要。跟佩文就是这样子，用真心然后换真情。我喜欢这种没有对价关系的好朋友。佩文，你很棒的地方就是你是一个温暖的人，你很多东西都是为了我而想。然后佩文没有一般妖女的个性，她有大姐姐的包容。这对我们来说，我觉得像我就很缺乏爱，可是佩文就很棒啊，因为她说爱是无限大。所以在佩文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就是尽量能够竭尽所能做我们能做的事情。当我们一件事情不求回报的时候，那上帝给的果子是又丰腴又丰满，而且还是那句话，恩典够用。真的恩典够用哦。因为12年前认识千怡呢，是因为她来上我的广播节目，当时就对她非常的心疼哦，因为她在大雪纷飞的耶诞夜，带着孩子被先生逐出家门。当时她身上什么都没有，也没有钱，只好跟家里要了一张机票的钱，带着孩子回台湾。那在飞机上呢，她很感谢空姐给她孩子一杯柳橙汁喝。然后到了香港转机，孩子看着香港的葡式蛋挞很想吃，但是他没有办法，所以回到台湾以后呢，当然也不能让父母觉得有负担，所以他就照着母亲给他的一件旗袍，拍了他的旗袍，学着怎么样做衣服，然后从这样开始他的网络销售。那从这样开始呢，一直到他现在有自己的中国蓝，我觉得他真的非常努力，而且也非常的成功。那这一集的拍摄呢，真的很不好意思哦，因为拍摄的时候我重感冒，没有办法来主持节目，然后又怕会把这个病毒呢传染给我的遇见团队哦，还有我们的贵宾。那也非常谢谢制作人他的协助哦。那今天呢，我收到千怡他当天为我制作的一件蓝染的洋装真的非常的感动哦。那在她的身上呢，其实佩文也看到女性创业的韧性以及力量。那因为她深爱这个染印花布呢，然后去学习这些染艺的技法，那把这个染艺的工艺多元运用，结合在地文化的设计呢，每个作品都蕴含对土地的善的循环。这一集遇见新朋友，学习新观点，佩文在千怡身上感受到真心以及真情，也看到身为染艺术家的他呢，发挥了客家人爱物惜物的精神，把剩下的布料做成染胸花，以及实用生活实践并推广永续时尚新观点的用心。佩文邀请遇见的观众朋友一起感受染之美，一起守护这片土地。每次遇见都是学习，我是佩文，我们下集见喽。遇见新朋友，学习新观点，真心的朋友彼此鼓励，一起学习成长。真心的朋友懂得欣赏，站在别人的角度着想。我们一起感受各领域新朋友的动人故事，不畏艰辛的生命姿态，透过他们的人生态度及生活哲学，一起学习新观点，品味不同人生。感谢您的订阅、按赞，也请帮我们分享并开启小铃铛。